嗨，你好，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个很多爸爸妈妈心里都很有共鸣，但又常常觉得好无力的一个教养难题。这个很深刻的观察是来自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，要谈的是正念教养里头那个不及的力量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。身为父母，我们明明是出自好意，想要帮孩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我们的帮忙好像反而变成了帮倒忙。你想想看哦，当孩子卡关了，很混乱，或是在那个情绪的漩涡里头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那个本能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不行，我得马上介入，我想立刻教他，引导他，把他从那个状态里拉出来。但结果呢，常常是我们越用力，孩子的反弹就越大，他反而更抗拒，更退缩，情绪的火好像还烧得更旺了，最后就变成一场让大人小孩都精疲力尽的僵局。这就带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洞见，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出在你的方法错了，而是你介入的时机点不对。就好像你拿对了钥匙，却在不对的时间硬要把它插进锁孔里。所以接下来的分享，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孩子在那个当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还有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孩子那股安定的力量。对了，最后还有一个很温柔的练习要带给你，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最直觉的反应，也就是在孩子犯错的当下马上机会教育，反而常常没有用呢？我们就先来解开这个谜团。你可以先在心里想一下，当孩子出状况的时候你最常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？你可以先把它记下来，等一下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那句充满善意的话好像总是没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好，那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导会失效，我们得先潜入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在那些混乱的时刻，他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在情绪风暴里的孩子，他需要的其实不是大道理，他的大脑正在本能地搜寻一座灯塔，一个来自外在的稳定又安全的讯号，好让他内在的风浪可以慢慢平息下来。而那座灯塔就是你，没错，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。孩子无时无刻不在读取你的表情，你的语气，你身体的节奏，还有你对整个情况的反应。如果孩子从你身上感觉到的是急躁、催促，甚至是愤怒，他的大脑就会立刻拉响警报，然后进入一种生存模式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大脑里负责学习、理解还有倾听的那个部分，我们叫它理性脑，就会自动关机。这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生物本能。好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如果道理这么简单，那为什么对我们大人来说，要保持冷静还是这么的困难啊？这是因为别忘了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神经系统。当孩子的混乱就像一颗信号弹一样发射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也很可能把它解读成失控或是一种威胁，这就会触发我们自己的焦虑，然后立刻启动我们的管理模式，想要赶快把控制权给拿回来。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点残酷的真相。很多时候我们急着去修正孩子的行为，说穿了其实是为了安抚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安跟焦虑。我们以为我们在管理孩子，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只是在管理自己的情绪。那么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去管孩子，而是先把自己管好，那整个画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一个微小的内在转变，真的就能彻底改变整个亲子互动的氛围。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，这可能每一天都在很多家庭上演哦。孩子写功课写到一半就开始发呆玩橡皮擦，我们最常见的反应是不是就是催他专心一点，快一点啦？但这样做往往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压力。现在我们换一个方法，
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说，就只是静静地、很稳定地坐在他旁边，提供一个不带任何批判的温柔陪伴，你猜猜看会发生什么事？你的稳定就是孩子神经系统最需要、最渴望的那个安全讯号。一旦他感觉到安全了，他大脑的秩序跟专注力才有办法自己回来。所以说，这种陪伴它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传递安全的行动。虽然说起来很容易，但当我们自己也被点燃，觉得很焦虑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找回那份稳定呢？幸好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可以来帮助我们。这个方法叫做 CALM 正念法。要记得哦，它不是拿来用在孩子身上的技巧，它是先帮助我们自己回到稳定的一个锚。第一个 C 是 catch， 就是觉察到自己好想马上反应、马上开口的那股冲动。再来 A 是 anchor， 定锚，透过深呼吸或感觉下双脚踩在地上的感觉，让自己停在当下。接着 L 是 look，重新真正的去看见眼前的这个孩子，而不是我们脑中想象的那个大问题。最后 M 是 mindful response， 正念回应。从这个稳定的状态出发，你才来选择要如何回应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先不回应。这句话我觉得完美的总结了这份练习的深远意义。孩子学习情绪调节，真的不是靠你说了多少道理，而是看你是怎么亲身示范的。你如何去面对混乱，就决定了孩子未来会如何面对他自己人生的混乱。好，这就带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咯，一个你今天马上就可以开始的温柔练习。这周我想邀请你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挑战。当你有感觉到那股好想立刻开口纠正孩子的冲动时，先送给自己一个暂停，在心里慢慢的、温柔的走一遍 CALM 的流程。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很多时候，当你走到 M 的时候，外在那个看起来很棘手的问题，已经悄悄地融化了。因为你的任务从来就不是把孩子从暴风雨中硬拉出来，而是成为他暴风雨中那座稳定而且平静的灯塔。当你稳了，孩子自然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如果你希望在教养这条路上能有更多这样温柔而有力的提醒，我们很诚挚的邀请你可以订阅还有追踪 M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，在那里有更多的智慧在等着你。谢谢你的收看。